又是一个网友发来的策略哈，说是效果好的不行，感觉我不看啊就损失多少亿了。开玩笑，我在乎那个，我哪一天不少个几个亿？他说1年的时间就能翻多少倍啊？但是因为他觉得太好了，反而不敢用了啊，让我帮忙看一下逻辑可行吗？说实话，就这种策略啊，花时间去解构它的逻辑啊，我可以说是10个有9个都是浪费时间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那不是还有一个值得看吗？那它这个代码呢，我打开一看啊，确实有一些亮眼啊，值得一说。就感觉代码写的挺高级啊，高级到我觉得有点杀鸡用牛刀啊，大炮打蚊子的意思。我很好奇当时作者写这个代码时的心理状态。好，我是阿勾力，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行一行代码学习一下这个策略啊。一方面是梳理代码的逻辑啊，另一方面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对这种策略啊感兴趣啊，那你可以对着视频啊自己去实现一下啊。行不行的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说再多都没有用啊，只有你自己亲自试了才知道啊，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不撞南墙心不死啊。那么我这里是把它的制作过程啊事无巨细的展示出来，讲解透彻。如果你要用，那请你自己做好你该做的工作啊，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好，那么在开始讲这个代码之前，我们还是要花2分钟时间啊，去看一下它这个策略的一个基本的交易逻辑啊。那么策略它使用到一个指标，就是这个SAR 抛物线转向指标啊，全称是 Stop and Reverse 啊，就是用于识别这个趋势转折点和设置动态止损位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它在这个价格图表上是以这种绿色的一系列的点的方式去呈现的。如果这个点它在价格下方的话，就代表当前是一个上升趋势啊。如果这个点它在价格的上方的话，就代表它是一个下降趋势啊，就是很清晰明了的一个指标啊。但是在这个策略中，它是如何使用的呢？如果是做多啊，如果是这种做多的话，它就要求这个 SAR 指标要在价格的上方压着啊。那么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常理？因为 SAR 指标告诉你了趋势是向下的，你还要去做多啊。那么其实它是想赌一个这个什么呢？就相当于是鲤鱼跃龙门了啊！它在这个 SAR 指标下方去挂单啊，它赌的就是那个巨大的动能会瞬间冲破 SAR 的压力啊，就实现反转啊。那么这里面它其实就带出了另一个做单条件啊，就是我们说的动能。那么源码中呢，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工作去描述这一块啊，描写这块啊，就是为了发现这个价格它与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的价格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那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价格啊，如果策略发现它与过去9秒钟的那个报价相比，它的波动超过了多少点啊？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就满足一定的这个做单条件啊。那么这是它的进场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它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出场逻辑啊。那么首先是止损啊，这个止损你说它有止损啊，也不能完全说有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啊，可以说叫做如有啊，因为它这里用的是一个延迟止损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场后啊，它先不设硬止损啊，它是任由这个价格小幅的波动啊，假装漠不关心。我不看这个风险啊，它就没有风险啊。但是，一旦它的浮亏超过了多少点啊，多少水平，并且它发现动能还在剧烈的恶化，这时候它才会咔嚓一下啊，在线价下方多少点的位置强制的挂上止损啊。那么它这其实就像这个我们开车啊，就是这个人开车，他平时根本就不踩刹车啊，就是很浪啊，但一旦发现前面是悬崖，或者说车速要失控了，他才立马把刹车直接踩死啊。所以我把这种止损叫做亡羊补牢式的止损啊。它的逻辑就是用短期的风险暴露换取不容易被洗盘的高胜率啊，就是看着胜率高啊，但是其实挺危险的啊，就是很容易玩过头啊。可能作者他也觉得这样搞的话有这个玩脱的风险啊，所以他后面这个仓位计算这块就有一点小花招，小调皮，就是会虚报止损点数啊。说实话，我有理由怀疑啊，他为人民服务过啊，就是10块钱的东西他报20啊。那么关于这一块的话，
我们后续讲它这个仓位计算的时候，相关代码的时候再详细说一下啊。然后最后是它的这个止盈啊，同样的它也不会套止盈啊。我是发现啊，凡是要带套的它是都不带啊，它就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那什么时候止盈呢？它是看口袋里的钱啊，就是这个浮盈啊，究竟浮了多少啊，就是赚了多少钱了。如果达到预设的金额啊，那么我在代码里看，它是通常是和这个风险预算是1比1的一个金额，就达到一定金额之后，它就会瞬间的把所有的单子啊，就是全部的平仓掉啊。好，那么这就是它的这个开仓和平仓的一个逻辑啊。它还有一点就是它开仓的条件其实还有一点啊，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在代码里面的一个隐藏条件啊。虽然后期啊它是默认把这个最大持仓改为1单啊，就导致这个逻辑没怎么发挥作用啊。但是，它代码的思路啊，我还是要这个讲清楚的啊。那就是它是绝对不追涨杀跌的啊。就是如果你手里已经有单子了，然后策略又想加仓呢，它就强制要求新加的这个仓位啊，必须比手里所有单子的这个成本都要低啊。其实这有一点那个网格的意思了啊，只是在回调的时候补仓啊，绝对不在高位站岗啊。但虽然它代码里面写了，但它其实没有用到啊。好，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这个过滤器啊，比如说这个新闻的过滤器啊，它就是会读取 MT5的财经日历啊，在一些非农啊，包括这个利率决议啊这种关键时刻，那么策略它可能会提前半个小时啊，提前1个小时啊，反正你自己设定的一个时间，然后强制的暂停交易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时间的过滤器啊，它可以限制可交易的一个时间范围以及可交易的一个星期数啊。好，这就是一个全部的逻辑。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代码部分啊，还是点击菜单栏的 IDE 图标，然后打开这个 MetaEditor， 我们给它新建一个 MQ 的一个文件啊，名字就给它叫做9秒狙击手，下页，然后全部删掉，好，保持界面的清爽。其实排除掉它的这个策略逻辑之外呢，它这个源码里面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的点的啊。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代码啊，就非常值得广大这个新手啊同学学习啊。我觉得其实就今天这个过程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会有帮助的啊。而且通过看它的代码吧，我对于它的某些做法啊，我也是有一些我自己想分享的，就比较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一些个人交易上的拙见啊。但是它这个代码啊，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点啊，就是代码确实很丰富啊，有些地方的写法也很高级啊。按理说写这个的人呢，应该是说很有经验的啊，但是很多地方他写的又很低效啊，就属于脱裤子放屁啊，甚至是有潜在的 bug 啊。那么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这个作者啊，他本来就是个高手啊，但是写着写着突然被人夺舍了啊，失忆了，开始胡写啊，开始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我也是花了点时间给他做了相应的优化啊，就是按照我个人的一些习惯啊，把这个策略又重构了一遍啊。虽然理论上这个代码其实已经属于被开源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告诫一些人啊，就是你学习可以，但是不要拿它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代码它不是很多啊，但是讲起来会比较的麻烦啊。所以放在一个视频里面讲的太累了，所以我可能会分成2个视频进行发布啊。那么没关注的还请点个关注啊，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也请多多点赞啊，点个收藏啊。今天看不完的话，明天再看啊。好，这就是一些版权的声明啊，你们可以不写啊。好，这一块呢，它是声明了一个模板啊，就是模板类啊。那么它的功能主要是提供一个固定大小的先进先出的自动覆盖旧数的一个存储容器啊，相当于它是自己实现了一遍啊。也就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属于这个拿这个大炮打蚊子啊，就是杀鸡用牛刀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写的很高级嘛，但是感觉放在这么一个 EA 里面又不至于啊。好，那么它这是定义了一个 class 类啊，声明了一些私有的一些成员变量啊。这个 T-buffer 主要是用来存储具体的数据啊。这个 size 呢就是这个 buffer 的一个最大的容量啊。head 的话就是指向下一个写位置的一个索引啊。这里是指向最旧的啊，这是一个状态，代表你这个缓冲区是否已经满了啊。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 buffer 啊。因为它这个策略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啊，就是需要对比现在的价格和多少秒前的价格啊，比如说9秒前啊，但是9秒前具体是哪一条记录呢？
因为这个行情它跳的快慢不一啊，有时候它可能1秒跳了10次报价，有时候它是3秒跳了1次报价啊，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倒数第9条就是9秒前啊，这不太严谨啊。那么就得把过去的每一刻的这个价格都给记录下来啊，也就需要它这个 buffer 进行一个倒带的检查啊。其实它这个道理啊，就是跟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一样的。我这里尽可能把它讲的通俗一点啊，就是假设你是买了一个只能存100分钟的一个录像的一个内存卡啊，然后你车开着它录满了100分钟怎么办啊？那么一个笨的方法就是，首先你这个车机会提示你这个内存满了，让你把这个旧的删掉，然后换张新卡，然后再把这个新的卡插到这个电脑上格式化之后再插回来啊，就相当于是你把这里面的数据用电脑重新清除一遍啊。但是你可想而知这样很麻烦啊，效率也很低啊。那么它这里写的这个 buffer 的含义就是说，它会使用第101分钟的这个录像去直接覆盖掉第1分钟的录像啊，然后第102分钟的这个录像覆盖掉第2分钟呢，就是以此类推啊，就是永远只看当下，只看最新的这条数据啊，也就是不管你车开了多少年，你这张卡里永远都存着最近的这100分钟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可想而知，它这种操作方式，它的优势就是避免了反复的删除啊，包括搬运数据的这种低效的操作啊，就是不用每次都格式化了，它的效率是很高的啊。尤其是在你这个记录的分钟数足够多的情况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看9秒前，我们是看900秒前、9000秒前，那么它这个效率就是非常非常高了啊。好，那么大家先有这么一个概念啊，然后再看这个代码。好，接下来就是 public， 就是公开部分的啊。像这里的函数就是外部可以访问的 ，private 是外部不可以访问的，它是属于一个重元变量，它只可以在这个 class 这个类里面可以进行访问啊。public 是公开的啊。然后首先是这个init 方法啊，它就是一个构造函数啊，相当于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初始化的方法啊，它会指定一些初始化的内容，比如说缓冲区的大小之类的啊。就是初始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里是一个吸构函数啊，它这个释放这个对象的时候，它会自动调用这里的啊，大家不用刻意的去关注这个函数啊。然后是 put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写入数据啊，也就是当有新的数据来的时候，我们只看当前的这个 head 当前的指针，然后把数据放进去啊。然后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它这里面通过这个模运算啊，它会让这个数据形成一个圆环啊，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啊，这也就是它这个算法的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只用知道它就是一个放数据的就可以了啊，并且它属于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写入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再接下来是这个读取的操作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根据相对应的索引去读取数据啊。它这里同样是运用的这个模运算啊。然后这一块它是检查这个缓冲区是不是为空啊，这里是判断这个状态是不是已满啊。然后最后这个函数它是获取当前状态已存在的这些元素的一个个数啊。那么这就是最终这个 buffer 的全部内容啊。它主要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对比当前价格与前面比如说9秒的价格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它主要是为这个逻辑所服务的啊，但是它现在还没有涉及到啊，待会我们具体调用的时候再说。好，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老朋友了，比如说这个 trade 类啊、position info 类啊、这个 order info 类啊，这里就是声明他们库对象啊，这里是声明一个具体的这个 class 类的一个对象啊，待会儿我们都需要调用的啊。然后这一块都是定义的这个枚举类型的一个变量啊。那么这里的这个枚举类型，它是用来定义限制交易，也就是不交易的具体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它可能有交易时间的限制、交易日的限制，是因为重大新闻的限制，还是说双重的一些限制啊。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时间的基准啊，因为用户他会可以供用户选择他要使用什么时间，他要使用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还是说使用这个经纪商自带的服务器的这个时间啊。这一块它其实也是给这个新闻所服务的啊。这个待会我们用到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定义的一些手术计算的模式啊，4种模式，一种是固定手术，一种是
账户余额的百分比、账户净值的百分比、可用保证金的百分比，或者说就是单笔风险的一个百分比啊，反正就这几种方式啊。编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缺少一些必要的 unit unticket 方法啊，所以它会报错啊。但是其余的代码我们是没有错误的啊。好，然后再接下来是一些外部的输入变量啊，也就是大家在这个调用一的时候会看到的这些外部的输入参数啊。那么我这里先大概的带过一下啊，因为只有把这些变量带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大家才好理解啊，否则的话我在这干说的话，可能并不是那么有效果啊。另外还有就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代码的话，对于很新手刚接触 EA 刚接触这个MQ 语言的同学来说，可能有一点不是很友好啊。那么你也不要气馁啊，因为它本身这个里面的这个逻辑啊，就相对会比较绕一些啊。那么如果你无法理解的话，也不要气馁啊，你可以看一下我其他的教学视频啊，不要气馁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误啊。好，我们大体看一下有哪几类啊？一个就是我们的交易时间相关的啊，就是你运行的图表周期，你的这个是否要启用时间限制啊？这下面就是设置时间限制的啊。然后这里是设置你要选择哪一种手术啊，就是你要选择哪一种方式去计算我们的仓位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策略条件相关的啊，这个待会我们会细细的看啊。然后这里就是新闻的过滤，还有这是具体的交易日的一个过滤啊。好，这就是一些我们待会儿会用到的全局变量啊，比如说这里的 enable trading time 啊，这是一个时间开关啊。那么虽然上面我们这里的这个 input 它是有一个时间开关的啊，但是因为这种 input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修改它的啊，就没办法改它的赋值啊，所以我们这里声明一个变量，我们可以通过改这个变量来达到修改这个时间开关的一个目的啊。因为很有可能有些人他填的这个格式有问题啊，导致这个时间开关开启，但是根本没有用啊。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把它关闭掉啊。然后这里的 stop loss 就是一个最终的止损距离啊，它的计算方式就是使用这个激活点数加上这个缓冲的点数。那么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啊，这是激活点数，这是一个缓冲点数啊，是两种价格相加形成了一种止损结构啊。然后这里就是记录上一次不交易的原因啊。然后反正这里大家可以暂停视频看一下这个注释啊，待会儿我们用到的时候也会说到的啊。这里的 define 它是属于 MQ 里面的一个预处理的指令啊，就是定义这个红长量，也就是凡是代码中用到这个 buffer size 啊，它都代表数字100啊。然后再接下来是实例化了3个环形缓冲区的对象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它的定义，就是这个类啊，然后它用的是这里的这个 temper 啊，这个 T 的话代表的就是我们这里具体设置的这个时间啊 ，double 啊还是 long 啊。对，就这种啊，一个是存点差，一个存时间，一个是存点差，一个存价格，一个存时间啊。然后这里就是用来维护的点差整合啊。这个说实话，这个点差这块啊，尤其这个平均点差，我是个人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面啊，因为它其实没有用到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它有这个想要判断平均点差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在优化代码的时候，我还是把它保留了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用的话，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删掉啊。它还挺这个浪费功耗的啊。这是当前点差啊。我们主要用到的其实这个 price movement 啊，就是当前价格于9秒前的这个价格波动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来进行判断的，包括平仓的判断，还有这个开仓的判断都会使用到它啊。点差的话，其实我是看代码里面没用到啊，但是我还是保留啊，以防万一啊，有些人想用。然后这里的话，它就是一个止盈的目标。就是一个止盈的目标啊，赚够多少之后，然后进行平仓啊。然后这里就是我最开始说的啊，它其实有加仓的逻辑啊，但是它这里是把它代码写死成为1了，那么代表它所有的加仓逻辑也都不会触发了啊。然后这2个时间就是记录上一次挂单是几点挂进去的啊，就是用来对，它还有策略还有一个逻辑啊，我忘了说了，就是这个超时啊，就是它挂单进去之后，如果多少秒之内，他发现这个动能没有发生变化啊，就是没有
没有产生到它预料的那种巨大的动能来临，那么它就会进行撤单啊，这个还挺重要的，我刚才忘记说了啊。那么没看到这段代码的同学可能就那个啥了啊，所以具体的我们还是以这个代码为准啊，因为有些东西我这个说着我也忘了。好，再接下来是熟悉的 OnInnate 方法啊，这里就不用说了，它就是一个绑定 Magic， 就是让你这个 EA 管理订单不至于混乱啊，就是谁的订单就管谁的啊。然后这里就是去除网格线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个人不喜欢看这个网格线，我感觉很混乱啊，所以把它隐藏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代码删除掉啊，因为它默认的就是显示这个网格线啊。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开关啊，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后续可以进行修改啊。然后这是 Stop Loss 啊，它的也是我刚才讲了，就是使用的这两个值啊，这两个值加起来就是它的一个止损的距离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乘以2啊，为什么要乘以2呢？是因为它止损的这个距离啊，其实还是85点啊，就是还是85点，但是它乘以2之后呢，它这个值是为了让后续的这个计算手术，它计算出来的值减半啊，也就是止损的距离还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对应的这个仓位减了一半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怕自己玩得过头了，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减少风险啊，就是稳一手的感觉啊。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三个这个环线缓冲区的一个初始化的操作啊，就是把这个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 buffer size 啊给它设置进去啊，就是每一个 size 都是100，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指标的实例化啊，如果实例化不成功的话，我们直接innate 这个 field 啊，就是让这个图表啊不要挂载成功。好，那么有这个 OnInnate 就有denate， 这就是我们卸载这个 EA 的时候它会调用的方法啊。一种是释放这个指标的距比，还有就是把图表上的一些提示类的信息给它删除掉啊，因为待会儿我们会写一些提示类的信息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核心入口 onTicket 啊，也是每次报价都会调用的一个函数啊。那么它分为几个步骤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步骤，就是限制类的检查啊，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时间的限制，还有这个交易天数的限制，还有这个大新闻的限制啊。比如说这种，如果你开启了这个时间限制，或者当天啊，就是在这个当天这个时间点就是在可交易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啊，那么它就是可以交易的啊。还有这里是判断，如果你开启了这个日期过滤啊，并且今天就是允许交易的日子啊，那么你就是可以交易的。如果你开启了这个如果你没开启这个新闻过滤，或者说没有什么大新闻要来的话，那么你都是可以交易的啊。这里就是一个交易时间的一个控制啊。但是这里这3个方法我们还没有写啊，我们待会儿写啊。我们只是先这里大概明白它的一个作用啊，这里的话就是初始化一下这个限制的原因啊。然后这一大块这个 if else 啊，它都是在判断啊，给这个暂停交易的原因给它赋下值啊，因为我们后续会在图表上给大家显示出来，你这个 EA 为什么现在不交易啊，就是给这个用户他一个理由啊，一个原因。那么有这几种限制啊，一种就是要么就是时间不对，日子不对，还有大新闻啊，通常就是时间不对，日子不对，大新闻，要么就是时间和日子都不对，时间和这个新闻都不对啊，或者时间和这个新闻啊，日子和这个新闻不对啊，反正就这些来回的穿插交替的这么使用啊，就这些限制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如果说走到这里你是有这个限制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原因而限制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再判断一下啊，判断一下现在的这个限制原因和上次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有没有报过警啊。如果有报过警的话，我们直接 return 出去啊。如果还没有报过警，我们这里就是第一步先展示这个具体的，在这个图表上给大家展示这个具体的限制的原因，然后记录一下目前已经报警的一个状态，然后这里记录一下目前暂停交易的一个原因啊。然后这2个函数的话也是还没有写啊，待会儿我们都会完善啊。好，那么这是这个 if 啊，然后走到这个 if 的话，那么就是说明当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啊，但是上一次它是有限制的，也就是目前是处于一个解除限制的状态啊。那么解除了限制，你就做一些清理的工作啊，比如说把图表上的这些
刚才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个信息给它设置成一个空的字符串，就是给它清除掉啊。然后这里就是把这个报警状态给它重置啊，以供下一次它报警的时候还要使用的啊。这里的话就是记录一下它限制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总体就是在做一个交易条件、交易权限的一个判断啊，判断目前可不可以下单啊。当然我这里编译它会有一大堆错误啊，因为好多这个函数我们都还没有进行实现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函数都给大家补充一下。好，我先看这两个函数，第一个是交易时段的一个检查。那么这里如果用户没有开这个时段的检查，那么就不用判断后面的了，直接给它 return true 啊，让它可以交易就可以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获取当前的这个时间啊，用户有2种选择，一种是使用这个 GMT 时间，一种是使用这个平台 broker 它服务器的一个时间啊。然后这里的话是把我们上面获取到的这个时间戳给它转换成为小时、分钟、秒的一个结构体啊，方便后续做判断啊。然后后续的话，它其实这个 else 它是用来处理正常的日内逻辑啊，比如说你的这个 start time 是start time 是目前是9点，然后 end time 是17点啊，那么你直接使用这种范围的判断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这是日内的啊。然后另一种是相对可能理解起来不太好理解的是它这个跨页的逻辑判断啊。那么跨页的话，比如说目前你这个 start time 是22点，end time 是4点啊。你设定的这个时间范围就是22点到晚上的10点，也就是数字上的22点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啊。你是这样一个交易范围的话，那么你判断的话，你就是这样判断啊。你先判断当前这个时间是不是大于你这个 start time， 如果是大于，那么证明是可以交易的啊。如果不是大于，那么就判断它是不是小于这个凌晨4点，小于这个 end time 啊，那么也是 OK 的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跨页的逻辑啊，它不是一个范围的逻辑进行判断啊，它是单个单的这种大于和小于的判断啊。大家看这里的这个这个关系符号就可以看到啊，一个是或啊，一个是并且啊。好，这里是交易时间的一个检查，然后再接着是交易日的一个检查啊。那么还是如果用户没开启的话，就直接 return true 啊，然后获取它的这个 GMT 时间还是 broker 的时间，然后给它转换成一个结构体，然后这里就是判断通过这个结构体，它可以获取到当前这一天是星期几，如果是星期几，我们就给它返回星期几的一个状态啊。用户可以在这里设定星期几是交易的，星期几是不交易的啊。那么就是这2个很简单的函数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这个新闻函数。好，下面就是这个新闻的避险功能啊。那么还是如果用户没开的话，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false 啊，就是不检查。然后这一块它是判断如果你之前是处于这个避险的模式啊，你这里就是检查是否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处于这个避险模式的冷却时间之内啊，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新闻发布后的一个暂停时间啊，暂停时间，它新闻发布前有个时间，新闻发布后还有一个时间啊，就判断一下是不是还是暂停交易一个状态啊。如果是的话，直接 return true， 否则的话走到这里的话，就代表它这个冷静期肯定是过了啊，那么就可以重新的进行判断啊，进行判断可以开始交易了啊。然后它这里是判断用户选择的是哪一种分割符，是使用逗号啊，还是使用这个叫什么分号啊？通过这个分割符，然后把用户填的这个 news 啊，用户想关注的这些新闻的关键词啊，给它拆分成为一个宿主啊，拆分成一个宿主啊。然后通过这个宿主之后呢，我们再获取多少天之内的一个新闻啊，通过这2个宿主的一个嵌套循环啊，去匹配哪一些新闻是需要避免的啊，哪些货币是需要避免的啊，然后再判断一下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是否进入了这个新闻需要快要发布的一个时间点啊，比如说30分钟啊，30分钟之后可能快要发布了，那么我们这里就给它规避一下啊。这里就是触发的一些规避的逻辑啊，就是记录这个新闻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这里是记录避险的一种状态，这里是给用户在图表上显示的一种字符类的一个提示啊。但是它这个功能啊，
代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说一下的就是，虽然它代码没有问题啊，但是在回测模式下基本上是不可用的啊，因为你其实拿不到数据啊，就是你这个哪里，你这个函数它是拿不到数据的啊，或者说它只能拿一点数据啊，但是大概率这个函数它会返回一个空的结果啊，就是拿不到啊，所以我说它这个比较理想啊，就是回测其实用不到啊。就是不是用不到，是你没办法使用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回测中想去测试新闻的影响啊，基本上也是无法测试的啊，因为新闻时的那个数据波动的那个条件，你在回测环境中是很难模拟出来的啊。所以它这个功能基本上也是没有启用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回测状态下就是没有启用啊。你启用了，你把它设定为 true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但是它这个功能点我要讲一下啊。所以目前这个针对于日历这一块的回测啊，你可以回测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它在 Tester 模式下，主流的做法它是不是直接去访问这个在线日历的，而是通过事先的这种缓存文件啊，就是事先调用这个函数，把它所有的新闻缓存到我们本地，然后通过这种缓存文件或者 CSV 的这种方式，把这个财经日历这些经济数据带入到回测中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根本就不用开它。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对，是这个函数还有这个函数都没有实现。好，那么这两个函数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这里就是获取限制的这个提示语句啊，因为你不可能把这种状态码直接发给用户啊，用户肯定是看不明白的，所以它需要这种提示类的文字啊，比如说非交易日啊，今日非交易日，非交易时间今日非交易日啊，具体的是因为这个哪一个新闻暂停交易，或者是哪一个是因为交易时间和交易日共同的原因而不能交易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提示类的信息。好，然后这里的话它就是弹一个框啊。给它编译一下，看一下现在能不能测出来。好，我们在盘面上看一下啊，我们目前设定的这个交易时间范围是7点到21点啊，使用的是经济商服务器的这个时间。我们这里时间开关也设定为 true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目前它屏幕上没有弹任何消息的话，那就证明目前是可交易的一个时间。我们等一个不可交易的，这里就是非交易时间。我们看一下当前是几点啊？当前是22点25。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间是7点到21点啊，那么它肯定是超过了啊，不在我们可交易的时间范围之内。那么不在的话，它就会弹一个这么一个提示框啊，告诉用户现在 EA 已经暂停了，因为它是非交易的时间啊。我们再多看一下，只要处于交易时间，它就会正常交易啊。好，我们再测一下它那个叫什么星期吧。这个日历我刚说了啊，你在回测模式下测也是没有用的，测不出来。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我不让它周一交易，也不让它周二交易，测一下啊，擦掉非交易时间。今日非交易日啊，那么这一天肯定是要么是周一，要么就是周二。然后过了这一天之后呢，应该就可以了。那么目前这个时间点，要么是处于它是处于一个重叠的状态啊，就是今天既不是可交易的日子，也不是目前这个时间点，也不是可交易的这个时间点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22点15分，非交易日啊。好。这两种应该都是不会有错的啊，不会有错。那么它具体的这个实现逻辑，我直接一笔带过吧，因为这种我们还讲过挺多次的了，就是说来说去都是这个 object create 啊，然后使用这个 set integer 来进行设置它的这个颜色呀、大小啊，包括它的这个字体啊，字体使用了什么颜色啊，它这个 x 的位置啊、y 的位置啊，包括它这里的具体显示什么内容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啊。
这里注意啊，有一个判断啊，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提示性的语句里面有这个暂停啊、停止啊、避险啊、飞啊这些关键词的话，我们给它使用的是一个，我看 warning 的话，使用的是一个金色啊。然后如果它使用的是这种，比如等待啊，等待是什么？等待就是这个，等待是哪里？等待的话就是，我看啊，这里啊，如果它是处于这个冷静期的等待的话，那么它不需用太严肃的话，它使用的就是这种金色啊。那么如果说它没有等待，它是这种暂停啊、避险啊，比如说这个新闻中的这种避险，它有这个关键词的话，那么证明它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那么就使用这种火砖色，其实就是红色啊，红色啊，我个人认为是红色啊，还有其他情况就是一个深灰色啊，没什么太多可以讲的。好，目前的代码也是没有问题了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我们主要是做的一些限制类的检查，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看着很简单啊，就是做一个数据的记录和处理啊，它只是看着简单，其实它这里面这个函数一点都不简单啊，主要的功能点都在这个函数里面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函数写一下。好，这就是我们主要用来这个叫什么？更新数据的一个函数啊，它主要功能就是接收最新的这个 take 的数据，然后维护历史数据啊，并且计算关键的策略需要用到的一些指标的值啊。那么这里就是在规范化当前的一个点差啊，没什么讲的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做一些初始化的逻辑啊，因为最开始的话，你的这3个 buffer 其实都是空的啊，那么我们需要给它填充一些比较基础的数据啊。我们针对于这个点差的这个 buffer 的话，我们就使用当前数据给它填充啊。那么针对于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使用当前价格填充；针对于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使用当前的时间填充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累加最近的一个点差啊。好，这里是最开始的一个初始化的逻辑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更新这个点差啊。还是我最开始说的，它这个点差其实并没有用到啊，没有用到，它也在这里算啊。还好它是用的这种比较高效的这种方式啊，否则的话它这个真的还是挺拖累这个回测的效率的啊。但是我还是保留了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针对于另外2个 buffer 的这个录入的数据啊，这块啊更新这个价格和时间。然后再接下来是计算这个价格波动啊，因为我们其实做单主要看的就是这个 price movement 这个值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从这个倒序的，就是从这个环形缓冲区啊倒序的进行查找啊，一直查找到满足那个时间点的当时的那个值。但是需要注意啊，它比如说它是找的9秒前的那个价格，但是它不是说找到正好9秒前的那条啊，而是说它会找到第一个时间的这个差距超过9秒的那条数据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小点啊需要注意。然后具体的计算动能的话，那就简单啊，因为你找到这个价格之后，那就使用当前价减去这个价格，那么就是它这个策略做单逻辑需要使用到的这个动能的值。然后后续它还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啊，因为它怕获取到的值计算出来的值大到有点离谱啊，那么肯定就是出现了错误。那么大到离谱的话，它肯定不想作为一个正常的做单逻辑供后续的调用啊，所以它这里就是从之为0了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异常啊，异常的一个提前处理啊。方便一下，没有什么错误吧？好，那么没有异常的话，大家可以先写到这里啊，因为现在时间有点长了，1个半小时了啊，实在受不了了啊，长的受不了了，必须休息了啊。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